如果你以為我沒犯法就安全了，耶穌要開始點名了。先說結論，免得你中途關掉影片。馬太福音5章17到26節是整篇登山寶訓的翻車現場，因為就在大家聽完八福、鹽和光，心裡還暖暖的時候，耶穌突然來一句：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。我來不是要廢掉，乃是要成全。翻譯成現代語就是：各位，剛剛不是心靈雞湯，現在開始進入重點，而且這個重點會讓所有自認為是好人的人開始坐立難安。耶穌接着說一句超狠的話：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，斷不能進天國。現場氣氛直接冷掉，因為文士和法利賽人是誰？是律法考試永遠滿分，行為比教科書還標準的人。結果耶穌說：你們如果只做到他們那樣還不夠。這就好像你拼命考上台大，結果主考官跟你說：不好意思，這只是最低標。接下來耶穌拿大家最熟的誡命開刀。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殺人，大家鬆一口氣，這條簡單，我們都沒砍過人。但耶穌接着說的那一句讓全場瞬間安靜，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。等等，動怒也算？耶穌不是在講刑法，他是在講心法，不是手有沒有做，而是心裡有沒有殺過。耶穌甚至講到語言層級，罵人拉加、罵人魔力都不是嘴賤而已，而是心裡已經把對方判死刑。換成今天的版本就是酸言酸語、封鎖、冷處理、情緒勒索，在心裡寫完一整篇他有多爛的小作文。耶穌不是說你不能生氣，而是說你如果讓仇恨在裡面定居，它會慢慢變成你。然後耶穌又丟出一個完全不宗教的命令：你在祭壇前獻禮物的時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，就把禮物留在壇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。注意順序，不是先拜完再說，而是先停下來。耶穌等於說，你唱詩唱得再大聲，禱告詞再屬靈，如果你刻意不處理關係，我不收。這一句直接顛覆所有只想跟神好卻不想跟人好的信仰幻想。耶穌用一個超現實的比喻收尾：趁着你和對頭還在路上，趕緊與他和解。意思是事情還沒爆炸前，關係還沒徹底破裂前，能修的就不要拖，因為拖到最後付出的代價一定比你現在想象的更高。馬太福音5章17到26節不是要你變成完美的人，而是讓你發現你光靠外表守規矩其實撐不住。而耶穌之所以敢把標準拉到心裡，不是因為他殘忍，而是因為他知道真正需要被拯救的地方本來就在那裡。這一段不是叫你更努力，而是叫你更誠實。